嗨，大家好！大家都说想看我种的这些果树开花开得怎么样？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嫁接的桃树。大家还记得这棵我去年嫁接的桃树吗？架了一个很小的芽顶，然后1年后它竟然开花了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结果。这是我感到很意外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边学边做。嫁接了这棵桃树，而且这棵桃树的花比原生的那棵桃树花还要开得好。大家看这棵桃树，别看只有这么小的芽枝，已经长满了花苞，有的已经盛开了，有的还是这种小花苞，应该在最近2天就会盛开吧。太漂亮了！这棵桃树的那个芽枝一开始这么长一点点。拿来嫁接在这里，这里都还能看到这个嫁接的伤疤。大家看，它就像一个球一样，可能是当时包扎的时候没有包扎的好，然后导致这个嫁接的痕迹很明显。当初这棵桃树是一棵毛桃，它那个桃不好吃，还容易长虫。然后我在这棵桃树上剪了一个枝丫，给它嫁接上去的。大家看，当初就是剪的这里这个枝丫，然后拿来嫁接在那里。没想到现在都已经开花了，要结桃子了。所以说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我又把这棵树上嫁接上了黄桃，让这一棵普通的棘桃上面长出2种不一样的桃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体验啊！这棵桃树花也挺多的，今年可能又是大丰收的一年。这棵桃树去年结了很多。大家看，我们租房子这里这棵李子树，当初是从下面挖上来种的，一棵很小的树苗，竟然也开花了，开了这么多。今年所有的果树都长得特别好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院子里面，这里面种了一棵枇杷，枇杷旁边呢就是一棵李子树。这棵李子树跟我们小院里面那棵李子树是同品种。然后这个无花果的话，还没有到它发芽的季节，但是这种小点点就是它长叶子的部分，到时候它会结很多果实，我们只要把它修得光秃秃了，到时候它会重新发芽，边发芽边结果实。这棵枫糖梨原本我以为它今年不会开花，那个枫糖梨的专家也说这棵今年不会开花，只有这里这种小枝丫才会开花。没想到它竟然开花了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开了很多，所以说我就赶紧给这棵树做了一些防护措施，就给它们打了保花果的药，还有防病虫害的。不知道这样把它管理下来，今年会不会结果实？我们至今没有吃过正宗的枫糖梨，这棵树是正宗的枫糖梨。上次樱花基地老板里面的那些李子不是正宗的，它是那种青翠梨。还有就是这里这棵葡萄，原本我们是随便扦插在这里的，没想到最后它还结了葡萄，让我们感到很意外。就在这里临时搭了一个葡萄架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大丰收。大家都知道这棵樱桃树我们已经种下去3年时间了，但是始终看到它只长叶子不开花，然后才知道是买到了一棵假的树苗。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等待，它还是不开花，我就直接把它锯掉，嫁接了真正的樱桃树。这个芽就是樱桃的芽，上次我给山上那位大哥嫁接的樱桃全都存活了，所以说我也来把我们这棵树也给它嫁接了。因为不知道这棵树它是不是樱桃树，所以说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存活，因为嫁接的话要嫁接同科的，它才会存活。所以说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它到底会不会存活。如果说能存活的话，明年就会结樱桃了。
我们这个位置是种了一棵柚子树，这棵柚子树今年的这个枝丫也是长得特别好，我估计今年要开花结果吧。现在还不是到它开花的季节。大家看这棵树呢，就是在外婆家挖来的，因为外婆家土地改良嘛，把它全都挖掉后用来种水稻。比如说我把这棵脐橙移栽到了这里，这里这棵也是枫糖李，开花开得特别好。大家看这些丫枝上开满了花，特别漂亮。这是我们的灰灰树，灰灰树只结了1年的果，后面就没看到结果了，都是结果结到中途就掉了，可能是打药没打得对。这棵桃树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这是我在网上买的蟠桃，买来的时候很小一棵，没想到在短短1年的时间竟然开花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桃花也是特别的漂亮呀。这棵树大家还记得吧？这棵树是我们去年在网上买了一棵砂糖橘，结果没有存活，然后商家让我们自己补了100多块钱的邮费，给我们发了一颗，没想到活过来了。你看这个叶子长得这么好，等它长得再好一点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移栽一下，因为这里的果树太多了。那里有一棵柚子树，这里呢又有一棵桃树，那里有棵李子树，所以说它在围在中间的话，可能长得不是很好，到时候我们要给它移栽。这里过来就是一棵桃树了，这个桃树跟那边那个桃树品种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搞不懂它为什么每年开花都开得那么少，所以说我就在这棵树上嫁接了那个油桃，这个是油桃已经存活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嫁接了很多油桃的这个芽顶，看看哪一颗芽顶能存活。这个也是我去年嫁接的，然后它开花也是比它这棵原生的树也开得好一些。所以说这些果树如果说开花开得不好的话，可以给它重新嫁接改良一下。大家看到这棵李子树没有？这棵李子树是我从老家挖来的，就是姨妈他们房前的那种李子，我们老家每家每户都有种的。这个李子树我以为在我们这山上不会开花，没想到今年还是或多或少开了几十朵花嘛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结果。这棵树也是打了保花果的药，像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花不掉的情况下，看看能不能结果。这个桃树真的是太可惜了，明年我把它全部锯掉，重新嫁接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棵李子树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在这个芭蕉树中被挡得严严实实，竟然开了花，而且开花就算了，还开了这么多花，太漂亮了。这棵树今年应该会大丰收。李恒他们今年有吃不完的李子了，我们山里面各种各样的李子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长势最好的一棵李子树，就是我们院子里面那棵。我们刚来这里改造房子的时候，那棵树还很小，现在都长成那么大一棵树了。去年被我们大人的修剪了很多大的枝丫，今年的话开花也是开得特别好。往这里上去，哇，鼻涕有多美了！特别是早上下面云雾缭绕的，然后再看这个花，那是特别漂亮的。看见没有？原本这棵枝丫我是打算把它锯掉的，后来我想了一下，这棵枝丫长得比较特别，就把它保留了。这根大的枝丫被我锯掉了。这棵树去年也是生病了，那李子掉的到处都是，那些枝丫也在渐渐的干枯嘛，所以说我们就忍痛割爱，把它好好修剪了一下。这棵树也是陪我们一直成长到现在。以前在上面改造房子的时候，每天饿了渴了就爬到树上去摘李子吃。大家看，太美了。还有就是这棵橘子树，这棵橘子树大家都知道，当初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我爬上来摘橘子给小琴吃，那个时候她刚怀孕，很喜欢吃酸的。然后我上来摘了2个橘子，一跳下去，
一下就翻了一个跟头，摔到地里面去了。那个时候摔得特别严重。但是现在它又成为了另外一个身份陪伴我们，就是我们给它改了个名字叫奶猫树，因为奶猫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这棵树我们就把它当成奶猫。以后我们每年都要把这棵树做好防虫。大家还记得这棵柚子树吗？这棵柚子树是长在我们租房子那个小院里面的。它是一棵野生的柚子啊，长的果实不好吃，很酸很苦。然后我就灵机一动，把它重新嫁接成了一种比较好吃的品种。大家看这些嫁接口都能看到，这棵树的嫁接还是很成功的。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开花结果。我们拿来种在小院里面，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还有这里有一棵柿子树，这棵柿子树可是我在网上花高价买的，因为我就想院子里面有一棵柿子树，下面那棵树是别人家的，我们也不好去摘人家的柿子，所以说我们就自己买了一棵种在这里。我们买来的时候上面是挂满果实的，今年的话已经在开始发芽了，发芽就代表着会开花结果。好了，现在小院里面的这些果树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，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农村田园生活？我是从小就向往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，我就是看到哪里有果树啊，我都想把回家种在自己家地里面。可惜那个时候，也不敢去拔别人家的，自己家也没有果子。从小到大都是羡慕别人，家有各种水果，我们自己家没有。所以说长大以后，我就特别向往这种田园生活，然后又遇见了小钱，在这个山里面买了一个房子，还买了一些地，然后种上自己喜欢的水果，再也不用去羡慕别人了。